苹果的秋季发布会刚刚结束了，发布的产品本身我是觉得比较平淡的。一呢，是因为之前的爆料基本上全中；第二呢，是因为我觉得苹果好像正在经历一个大家俗称为挤牙膏的阶段。就是说，他们可能正在探索一些比较新的创新的功能。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好像也是想把现有的产品要和未来的产品，也就是 Apple Vision Pro 进行一个结合，所以就导致这个阶段发布的一些产品好像就在创新性上感觉没有多么亮眼的地方。而且这个发布会当中，大概有1/3的篇幅是苹果在向消费者们汇报他们在可持续以及环保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成果。 Mother Nature, welcome to Apple. How was the weather getting in? The weather was however I wanted it to be. 那今天视频我还是想先和大家过一下发布会到底有哪些新产品，然后最后聊一聊我个人对于苹果这场发布会的一些看法。那发布会的开场呢， First, 库克又总结了一下6月份发布的 Mac 机型，并且宣布苹果的芯片转换这个计划是已经完成了。而且6月份发布的这些 Mac 机型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尤其是15英寸 MacBook Air， and the reaction has been fantastic.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情况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来到新产品，首先是从 Apple Watch 开始发布的 Apple Watch 9，其实总结下来就是说它用上了 S9 的芯片，然后果然和我猜的一样，全天候，但依然是18小时的续航，别的就没有太多亮眼的点了。但是有一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它这次是把 Siri 可以直接接触到健康数据了，而且这个功能是会从英文以及普通话开始，说明苹果还是很重视中国这个市场的。那别的有更多的语言会在之后进行支持。另外，定位 iPhone 这个功能也会变得更加精确了。屏幕敞亮呢，这次亮度最高亮度是达到了2000尼特，是 Apple Watch 8的2倍，可以在太阳光底下能够更加清楚的看到手表的屏幕，这个还是比较实用吧。那亮度越亮的话，在室外的时候看起来效果更好。如果你是在看电影或者去剧院看一些剧的时候，这时候你又可以把它的亮度调到只有1尼特，就可以尽量少的打扰到别的观众。那这次他们重点宣传的呢，就是一个叫 Double Tap 的新功能。Double Tap 一下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些功能操作，比如说打电话，然后挂断电话。然后能实现这个功能呢，也是得益于这次 S9 的芯片，所以必须要买 Apple Watch 9才能实现这个功能。根据苹果在发布会的说法，他认为这个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日常、大家非常流行的一个手势操作。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以后在大街上是不是看到大家都在锻炼这个2个手指这种情况。Apple Watch 9结束之后呢，就是 Apple Watch Ultra 2， 它也是获得了 S9 的芯片，有这个 Double Tap 的功能，以及获得了基本上和 Apple Watch 9所有相同的功能。略有不同的就是它的最高亮度这次是达到了3000尼特，续航都是跟上一代 Ultra 是一样的，普通状态36个小时，低电量模式是72个小时。看完之后，我觉得 Apple Watch Ultra 还是给我一样的印象，就是你日常可以戴。如果你喜欢它的造型的话，但是它的这些功能确实并不是给人们在日常的时候使用。那这2款手表都是在发布的当天就可以预定，然后在1周以后的周5，也就是9月22号可以取货或者送货上门。2款 Apple Watch 发布完之后，那重头戏就到了 iPhone 15系列了。 Now let's talk about iPhone. 首先发布的是15和15 Plus， 那15一上来这个宣传片就非常的粉，一上来就是这个主打颜色粉色。就算是其他几款颜色也是那种粉蓝粉绿的感觉，就很有青春活力。那其实 iPhone 15跟上一代的 iPhone 14 Pro 是比较像的，因为他们同样用上了 A16 的芯片，然后也用上了灵动岛。那它这次略有不同的就是它在室外的最高亮度可以达到2000尼特，所以呢在室外阳光下的话能够更好的阅读到屏幕上的内容。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它这次用上了 USB-C 的充电线，也包括 AirPods Pro 第2代也换上了 USB-C 的充电线，所以一根线就可以给手机和耳机一起充电了。那值得一提的是，苹果还是很细心，它同时也发布了 USB-C 线的 AirPods， 就是那个有线的那款耳机，你也可以买到 USB-C 的接口，然后跟 iPhone 15系列搭配使用了。不过我去查了一下，这款有线耳机现在也不是随
iPhone 附赠的了，所以你如果要用有线的话，还是要自己另外去买的。然后 iPhone 15系列的起售价就跟上一代14是一样的，所以是没有涨价。苹果是说 iPhone 15是一个很大的往前的跨越。iPhone 15 and iPhone 15 Plus are a huge leap forward. 说实话，我是不这么认为，因为确实和14 Pro 差别不大。产品不是一个大的跨越，但是在可持续和环保上面，通过他们发布会讲的这些内容，我觉得确实是。发布会最重头的就是 iPhone 15 Pro 了。首先一上来就讲的是这次用的钛金属的设计，和不锈钢相比，它的优势就是更坚固而且更轻。那我去查了一下，确实如果都是买 Pro 的话，15 Pro 要比14 Pro 轻了19克，那再加上它用了更窄的边框，所以在长度宽度里面又稍稍小了一点点，所以我相信这一代15 Pro 的握持感应该是会比之前更好的，不会那么容易摔了。那这一次呢是有跟着这个钛金属它是有4个颜色的选项。别的新功能呢就包括了 Action Button。这个 Action Button 呢就是取代了之前很多年经典的那个静音键的那个开关，但是它这个 Action Button 默认的还是一个静音功能，只不过你是需要把它摁下去，然后直到感觉到那个震动反馈了才可以打开这个功能，而不是跟之前那样就是拨一下。当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把它设置成录音啊或者是相机这些功能，这样你就一摁住就可以直接跳出来相机，那你如果想抓拍一些东西景色的话就比较方便。那15 Pro 很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用上了 A17 芯片，而且可以看到在发布会当中苹果对于 A17 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它在里面投入了很多在游戏应用以及 AR 应用上的这些精力，也展示了很多手机端的游戏，包括原神、王者荣耀。A17 Pro 的 GPU 速度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该走了。然后甚至还有很多主机端的游戏，包括生化危机啊以及死亡搁浅等等，在明年会移植到 iPhone 15 Pro 上面。不过等到明年移植的时候，可能已经要到16 Pro 了吧，我觉得。那同样呢，它也是用上了 USB-C， 就和 iPhone 15一样，只不过它的传输速度是要比15系列更快的，它是用上了 USB 3的传输速度。在相机上呢，它也是要更好一些，它有3个摄像头嘛，而且这次 Pro Max 是用到了潜望镜镜头，所以就有5倍的光学变焦和更好的防抖。而且这次 Pro 和 Pro Max 可以拍摄 3D 的视频，然后使用苹果将在稍后推出的 Vision Pro 里面用那个 Vision Pro 的 3D 来看这个 3D 视频，就可以更好的还原当时的那种场景。而且这个视频呢也可以和朋友之间分享，然后朋友用 Vision Pro 的话也能够比较身临其境，是个挺有科技感的功能，就到时候看这个实现的效果怎么样吧。这也是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就感觉苹果现在在做的这一些小的改进是为了和以后的这款 Vision Pro 能够有更好的结合。那在售价上呢， Pro 其实是和上一代同一个价格， Pro Max 是比上一代贵了一点，但是呢它的因为起始容量变成了256GB， 所以其实是跟上一代256GB 一个价格，只是说你没有最小的那个选项了，128的选项是没有了。iPhone 系列的话是当周的周五开始预售，然后下一个周五也就是9月22号可以取货或者送货上门。那看完这次苹果的发布会，其实我还是有一些想法的。我觉得其实它也是自己不想局限于就是每次发布会的时候把这个内容只局限于新的产品身上。就拿今年这一次的发布会作为例子来看，包括了他们用自己的产品拯救的一些人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然后也包括了他们向消费者们汇报他们在可持续以及环保上面做出的努力和已经收获的一些成果，以及将来要做的事情。等于内容就是非常的丰富，并没有只是在发布一些新的产品。我其实曾经想过，因为疫情已经渐渐脱离了大家日常讨论的范围了，我有时候就在想，那库克准备什么时候重新把这些发布会从这种提前录制好的形式变回到现场直播的这种形式呢？但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他应该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么打算，因为像这样提前录制好的视频，就可以让整个发布会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元，而不只是局限于产品了。OK， 那以上就是我对于发布会的一些快速的总结和我对于发布会的一些理解和想法。那希望你看完之后能够对这一次发布的产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As you can see, we've innovated and retooled almost every part of our process to reduce our impact on the planet. By 2030, all Apple devices will have a net zero climate impact. All of them? All of them. They better. They will. Okay, good. See you next year.